他突然看到了自己家的对门，王婶家，瞳孔骤然收缩。他想大喊，让他父母别闹了，快跑！可他的声音完全被刘丽那刺耳的尖叫声所淹没，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急得满头大汗。而我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王婶家的门缝里似乎有什么黑色的东西一闪而过。熊孩子网购了一窝蟑螂卵，故意寄存在我的驿站不取。3天后，驿站被无处不在的蟑螂大军吞没，导致损失惨重。我花费巨资小伤，与每个受害者协商赔偿。熊家长却拿着假鉴定书上门，说那是稀有药用蟑螂，价值100万，逼我赔偿。我顿时上火了，跟他们纠缠起来。转天，熊家长就联合所有快递受害者围了驿站，开直播网暴。走投无路，我从天台一跃而下，重生在包裹刚到那天，我拨通了熊家长的电话：“你的快递我已经送货上门了。”手机那头，熊孩子的父亲张强沉默了几秒：“送上门了？哪个快递？”他的态度十分不爽，似乎还埋怨我吵醒了他的周末懒觉。我轻笑一声，声音平静无波：“一个很特别的快递，收件人是你儿子张乐，放在你家门口。”挂断电话，我删除了通话记录，顺便将这个号码拉黑。上一世就是这个叫张乐的熊孩子，用一盒蟑螂卵毁了我的一切。他下单时特意备注了生鲜货物，请勿电联，到站后静置3天。我当时忙得脚不沾地，新人小妹又没经验，就真的把那个盒子放在了角落。3天后，我的驿站成了蟑螂的王国，那景象就是活活的人间炼狱。而现在我重生了，就在那个装着惊喜的快递刚刚被扫描入库的10分钟后，我看着那个平平无奇的纸盒，心脏的某个角落还在隐隐作痛。我戴上手套，拿起盒子，走出了驿站。我先是把它放在熊孩子家门口，拍下了一张照片，然后又故意用脚尖把快递往旁边蹭了半里。那是上一世跟着他父母一起网暴我，骂得最脏最狠的邻居王婶家门口。我很明白这个爱占小便宜的老太太会做点什么。做完这一切，我回到驿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下午3点，驿站人来人往，正是最忙的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挤了进来，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恶意。是张乐。他走到我面前，踮着脚拍了拍柜台：“喂，我的快递到了吗？收件人张乐。”我头也不抬，继续扫着码。送货上门了。张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什么？我不是备注了到站自取吗？系统显示优先派送，我就送了。我终于抬起眼，冷冷地看着他：“有什么问题吗？”他被我看得有些发毛，但还是梗着脖子：“你送到哪儿了？我回家没看到。”“你家门口。”我拍了照的。我把手机里提前准备好的照片给他看，照片上那个盒子安安静静地躺在他家门垫上。张乐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知道那盒子里是什么，也知道那东西如果在他家门口孵化会是什么后果。他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一声，转身就往外跑。看着他惊慌失措的背影，我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好戏才刚刚开场，不到半小时，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是张强，他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地咆哮：“说话要讲证据，我这里有派送完成的照片，证明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掏了掏耳朵，语气平淡：“张先生，我这里有派送完成的照片，证明我的工作已经完成。至于快递为什么不见了，你应该问问你的邻居或者报警处理。”照片？照片能当饭吃吗？我告诉你，那个快递很重要，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他还在喊，我直接挂了电话。世界清静了。没过多久，一辆黑色轿车一个急刹停在我的驿站门口。张强和刘丽夫妇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张强一脸横肉，指着我的鼻子就骂：“你这个小偷，把我儿子的快递还回来！”刘丽则是在一旁阴阳怪气：“哎呦，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怎么手脚这么不干净呢？一个快递而已，值几个钱啊？你至于吗？”驿站里取快递的人都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我们。我没理会他们的叫嚣，慢条斯理地擦着柜台。我再说一遍，快递我已经送到了指定地点，并且有照片为证。如果你们认为我偷了，可以立刻报警。我的冷静彻底激怒了他们。张强一巴掌拍在柜台上，震得上面的包裹都跳了一下。报警？你以为我不敢？我今天就把你的破店给砸了！我不仅要报警，我还要去快递总公司投诉你，让你干不下去！刘丽在一旁煽风点火，对着围观的人哭诉：“大家评评理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我们就是丢了个快递，他不帮忙找就算了，还这个态度，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素质。”一些不明真相的邻居开始对我指指点点：“小周，要不你再好好找找。”“是啊，
和气生财吗？我冷眼看着这对颠倒黑白的夫妻，心里一片冰冷。上一世，他们就是用这副嘴脸把我逼上天台的。这一世，我不会再给他们任何机会。我放下抹布，拿出手机，对准了他们。要闹事吗？可以，我开个直播，让全网的朋友都看看，你们是怎么为了一个不值钱的快递，在我这里撒泼打滚的。张强和刘丽的脸色瞬间变了，他们没想到我居然会来这么一出。就在这时，张乐从车里钻了出来，跑到刘丽身边，急得快哭了。妈，别闹了，我们快去找，再不找就来不及了。刘丽还在气头上，一把推开他。找什么找？今天必须让他把快递交出来。你到底网购了什么？有这么着急吗？我买了一些小玩具。张乐看着他妈，又看看我，欲言又止，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因为他知道那颗定时炸弹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张强夫妇最终还是被我请了出去。临走前，张强指着我的鼻子撂下狠话：“你给我等着！”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上车，绝尘而去。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果然，当天晚上，我们小区的业主群就炸了。刘丽用小号在群里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黑心驿站男老板偷窃贵重快递的故事。他把我塑造成一个见钱眼开、态度恶劣的小偷，还把我的照片和驿站地址都发了上去。这年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孩子的玩具都偷，看着挺老实一小伙子，没想到泰州志出来解释一下。我被无数人传手机震动个不停。很快，快递公司的投诉电话也打了过来。区域经理在电话里语气很不好：“周志，怎么回事？客户投诉你偷窃，还说要走法律程序，影响很恶劣。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马上把这件事给我平息掉。”我平静地把事情的经过和手里的照片证据发给了经理。经理，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疏漏，是客户在无理取闹，送货上门本来就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内容。至于投诉，我相信公司会做出公正的判断。经理那边沉默了，我知道他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息事宁人。上一世，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逼到绝境的，但这次我不会再任人宰割。我没有在群里做任何辩解，因为我知道，跟一群被煽动的人讲道理，是这个世界上最蠢的事。我只是默默地打开了驿站门口新装的高清摄像头录像，录像清晰地记录了张强夫妇是如何在我店里咆哮、威胁，又是如何被我冷静地请出去的全过程。我把视频剪辑了一下，存好。另一边，张乐快疯了，他不敢告诉父母那个盒子里是蟑螂卵，只能旁敲侧击地说他买的玩具很好玩，必须马上找到。他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楼道里疯狂地翻找垃圾桶。他的举动自然引起了邻居们的注意，尤其是住在对门的王婶。王婶是个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的人，她看着张乐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心里起了疑。她想起今天早上门口确实多了一个快递盒，看那包装普普通通，就顺手拿回了家。难道里面是什么宝贝？她把那个盒子藏得更深了。她哪里知道，她藏起来的不是宝贝，而是一个即将引爆整个小区的生化武器。夜深了，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着。我知道，大概就在明天或者后天，那场曾经吞噬了我的蟑螂盛宴就要在另一个地方华丽开席了。果然，没过2天，我的驿站门口被堵了。张强和刘丽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群人，男男女女，个个面露不善。他们拉着一条白色的横幅，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刺眼的大字：“黑心驿站，偷盗包裹，还我公道。”正是上班早高峰，我的驿站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来往的行人都驻足围观，指指点点。我被堵在店里，出不去。刘丽拿着一个大喇叭，站在人群最前面，声泪俱下地控诉着我的罪行。各位街坊邻居，大家看看，就是这个男的偷了我家的快递，我们好好跟他理论。他还嚣张的不行，说有本事就去报警。现在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天理了？他演着声情并茂，仿佛自己是天底下最委屈的人。张强则带着几个男人堵在门口，不让任何人进出。今天不把快递交出来，谁也别想做生意。驿站里积压的快递堆成了山，派送员进不来，取件的人也进不来。我的电话被打成了热线，全是催件和投诉。我看着门外那张牙舞爪的一家人，前世的绝望和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他们就是这样用舆论当武器，用无知当盾牌，一步步把我钉在耻辱柱上。但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妥协和退让的周志。我觉得还是你们找的不够仔细。这样，现在我带你们再找一遍。我对他们说完，转身锁上了驿站的玻璃门，对围观的人说：“各位稍等，我先处理一下私人恩怨。”当然，
欢迎想看热闹的邻居们一起过来。去就去，谁怕谁？于是，我们来到了他家门口的楼道里。你看看哪里还有？刘丽叉着腰，得意地扫视着空荡荡的周围。我只是笑笑不说话，然后拨通了物业的电话，接着是报警电话。刘丽又开始撒泼打滚，张强甚至还想对我动手，但我不闪不避，只是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这一家三口和下面围着看热闹的几乎半个小区的住户。我已经报警了，聚众闹事，扰乱公共秩序，你们想清楚后果。我的冷静似乎更刺激了他们。刘丽把大喇叭的音量开到最大，对着我的脸吼：“报警！我怕你啊！你偷东西还有理了？大家快拍下来，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小偷的嘴脸！”人群中，只有张乐的脸色惨白如纸。他突然看到了自己家的对门，王婶家，瞳孔骤然收缩。他想大喊，让他父母别闹了，快跑！可他的声音完全被刘丽那刺耳的尖叫声所淹没。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急得满头大汗。而我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王婶家的门缝里似乎有什么黑色的东西一闪而过。我知道时候到了，我拿出手机，点开了直播软件，镜头对准了门外那一张张丑恶的嘴脸。各位想看戏吗？我给你们来一场现场直播。刘丽愣了一下，随即更加猖狂地大笑起来。直播？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小偷还能怎么狡辩。他以为我是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不知道我不是在为自己辩解，我是在为他们敲响丧钟。因为我听到窸窸窣窸的爬行声已经透过王婶家的门缝回响在我的耳边。我的直播间标题简单粗暴，现场直击，为偷一个快递，他们堵了我的店。镜头里刘丽的脸因为激动而扭曲，张强带着人堵门的样子凶神恶煞。我没有说话，只是用镜头冷静地记录着这一切。直播间的人数开始飞速上涨。我靠，一大早就这么劲爆，这家人也太嚣张了吧！堵门，主播别怕，我们支持你，我已经帮你报警了。大家看清楚了，就是这个男的偷了我们家价值连城的宝贝。价值连城，张乐，你来告诉你妈，你那个价值连城的宝贝到底是什么？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角落里的张乐身上。张乐浑身一抖，脸色比纸还白，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时，一声刺破天际的尖叫从张强他们身后传来。啊，蟑螂，好多蟑螂！是王婶的声音。那扇紧闭的防盗门砰的一声被从里面撞开，王婶连滚带爬地冲了出来，头发散乱，脸上身上爬满了黑色的油亮的小强。她像疯了一样，一边拍打着自己，一边尖叫。紧接着，一股无法形容的腥臭味弥漫开来，然后是那足以让任何人精神崩溃的画面。黑色的潮水从王婶家的门缝里汹涌而出，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蟑螂像得到了某种指令，铺天盖地地涌了出来。他们爬上墙壁，爬上天花板，爬向人群。好啊！刚才还气势汹汹堵门的人群瞬间炸开了锅，尖叫声、哭喊声、咒骂声混成一团，人们惊恐地四散奔逃，场面一度失控。张强和刘丽夫妇首当其冲，他们离王婶家最近，几十只蟑螂瞬间就爬上了刘丽的裤腿。他低头一看，发出了比王婶还要凄厉的惨叫，当场腿一软，瘫倒在地。张强也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想跑，却被慌乱的人群绊倒。我的直播间彻底沸腾了，弹幕多到卡屏。卧槽卧槽卧槽！这是捅了蟑螂窝了吗？我人麻了，隔着屏幕都感觉有东西在身上爬。所以，那个价值连城的快递就是一窝蟑螂。熊孩子，绝对是熊孩子干的，这家人活该。我冷静地将镜头从哭爹喊娘的张强夫妇转向了那个已经彻底呆滞的始作俑者张乐，然后又转向了那个被蟑螂大军淹没的门口，最后镜头定格在王婶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上。她正指着被蟑螂爬满全身的刘丽，用尽全身力气嘶吼：“是他们，是他们家的快递。我那天看门口有个箱子，就拿回去了。我刚打开，就……”他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真相以一种最惨烈、最恶心的方式公之于众。混乱之中，物业保安和警察终于赶到了。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他们也倒吸一口凉气。整个楼道几乎被蟑螂淹没，墙上、地上、天花板上无处不是蠕动的黑色，那股腥臭味熏得人几乎要窒息。好在我提前做了防范措施，在自己身上喷满了驱蟑螂的药。饶是如此，
前世的噩梦重现，还是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但是跟大快人心的复仇相比，这点惊吓不算什么。警察立刻拉起了警戒线，疏散还未跑远的居民，并紧急联系了专业的消杀公司。张强和刘丽夫妇此刻狼狈到了极点，刘丽的身上爬满了蟑螂，怎么也赶不走。她已经吓得快要晕厥过去，嘴里胡乱地喊着什么。张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一边手忙脚乱地拍打着身上的蟑螂，一边试图把刘丽从地上拉起来。而王婶在吼出那句话后就彻底崩溃了，她坐在地上又哭又笑，精神明显受到了巨大的刺激。警察把他们几个人带到一边问话，面对警察的询问和周围邻居愤怒的目光，张强还在嘴硬，不关我们的事，是他偷了我们的快递。他指着王婶，王婶一听，立刻像被点燃的炮仗跳了起来。要不是他，我能把这玩意儿拿回家吗？警察同志，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家全完了，不管，你们要赔我的精神损失费，赔我全屋的家具。你个老不死的，谁让你偷东西了？你自己手贱，还想赖我们？三个人当着警察的面，就这么毫无形象地对骂起来，狗咬狗，一嘴毛。我站在安全的驿站里，冷漠地看着这场闹剧。我的直播还在继续，全国人民都在围观这场由一盒蟑螂引发的世纪大战。警察很快就从失魂落魄的张月口中问出了真相，是他在网上买的德国小徐卵鞘，想放在我的驿站给我一个教训。他甚至还有点得意地跟警察炫耀，说这种蟑螂繁殖能力超强，一只就能生一窝，一窝就能毁一个店。当警察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我看他不爽啊。童言无忌，不是纯粹的恶。张强和刘丽听到儿子的坦白，脸都绿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次惹上了天大的麻烦。事情的后续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首先是我的直播火了，猜熊孩子网购蟑螂报复驿站老板反坑全家寨这个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我的直播录屏被各大营销号疯狂转发，播放量破亿。视频里张强夫妇的嚣张跋扈，王婶的贪小便宜，张乐的阴毒狠辣，以及最后那场视觉冲击力极强的蟑螂盛宴，构成了一出魔幻现实主义大戏。舆论彻底反转，之前在业主群里指责我的人纷纷调转枪头，开始痛骂张强一家。我的驿站门口再也没有人来闹事，取而代之的是来送水果、送奶茶，表达支持和歉意的邻居。快递公司的区域经理也再次打来电话，态度180度大转弯。小周啊，这次真是委屈你了。公司已经看到了相关视频，我们坚决支持你的维权行为。总公司那边决定给你发一笔奖金作为精神补偿。你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不讲理的客户，公司给你撑腰。我淡淡的应了几声，撑腰。上一世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但当熊家长拿出那份价值100万的假鉴定时，他们第一个把我推出去当了替罪羊。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的口头承诺，真正的安全感只能靠自己。而张强一家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他们成了整个小区的公敌。那场蟑螂之灾波及了他们所在的那一整栋楼。虽然消杀公司来了好几次，但德国小蟹的生命力极其顽强，总有漏网之鱼。邻居们家里但凡出现一只蟑螂，就会立刻冲到张强家门口去咒骂。王婶更是把他们家当成了第二个家，一天3趟的去闹，要付赔偿。他不要钱，就要张强夫妇给他买一套同小区同户型的新房子，理由是原来的房子闹鬼，住不了人了。张强和刘丽被折磨得焦头烂额，几次都差点跟王婶动起手来。他们想教训惹出滔天大祸的儿子张乐，可张乐自从那天之后就变得有些不正常。他开始怕黑，怕一切狭小的空间，总觉得有虫子在身上爬，晚上睡觉会尖叫着惊醒，白天则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敢出门。心理医生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伴有严重的昆虫恐惧症，真是天道好轮回。他亲手种下的因，结出了最讽刺的果。张强一家的日子彻底过到头了。那场蟑螂盛宴的后劲，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大。德国小姨惊人的繁殖力和渗透力，让他们在短短几天内，就从王婶家和张强家这2个爆发中心，开始向邻近的楼栋扩散。我们小区的业主群，彻底变成了蟑螂灾情汇报中心。救命！我刚打开米缸，黑压压一片，这米还能吃吗？别说了，我女儿半夜哭醒，说有虫子在她脸上爬。我开灯一看，枕头上好几只。谁家有靠谱的消杀公司推荐？我家已经喷了3罐杀虫剂了，根本没用。今天杀完，明天又来。群里的怨气像高压锅里的蒸汽，
快要冲破天际，而所有的矛头都精准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张强家。我刷着手机，看着群里一条条愤怒的控诉，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很快，群里就有人发起了号召：光骂有什么用？他们家惹出来的事，必须让他们负责。对，全小区的消杀费用必须他们出，还有我们的精神损失费、家具换新费。一呼百应。当天下午，张强家的门口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比上次他们赌我一战时阵仗大了10倍不止。领头的是几个5大3粗的男人，手里拿着物业开的各家损失统计单。张强、刘丽，滚出来！赔钱！砰砰砰的砸门声，震得整层楼都在抖。我没去现场，但业主群里的现场直播比任何电影更精彩。门终于开了一条缝，刘丽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色厉内荏的探出头。你们想干什么？私闯民宅是犯法的。一个大妈直接把一个装着几只蟑螂尸体的塑料袋甩到他脸上。犯法？刘丽，我也不跟你废话，这是我家换沙发、请人全屋清洁的单子，一共1万2，你现在就给我结了。还有我的，我家的小宝宝被吓得现在还发烧，医药费、精神损失费5000块，1分不能少。刘丽的脸瞬间白了，她看着一张张递到面前的账单，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凭什么？凭什么找我们要钱？谁让王婶偷东西的？你们找他去。他还想故技重施，把锅甩给王婶，可人群里王婶早就等着了。他冲到最前面，指着刘丽的鼻子就骂：“我呸！源头在你家，警察都说是你家的责任。”张强从屋里冲了出来，一把将刘丽拉到身后，涨红了脸吼道：“都给我滚！再不滚我报警了！”人群中一个大哥冷笑一声，把他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报警？好啊，我巴不得警察来评评理。我倒要问问警察，你儿子那个据说价值连城的快递，现在毁了我们整个小区，是不是该按价值连城的标准来赔我们啊？这话一出，人群哄堂大笑，张强和刘丽的脸瞬间涨红了。但是我听说，张强他们自己的家才是真正的重灾区。那扇门后面已经不是人住的地方了，而是蟑螂的宫殿。墙壁、地板、天花板，任何一个缝隙里都塞满了蠕动的生命。他们夫妻俩已经好几天没敢在自己床上睡觉了。此时面对群情激愤的邻居和天文数字般的赔偿单，刘丽终于崩溃了。她突然尖叫起来，嗓音凄厉又扭曲：“赔钱？我们没钱！我告诉你们，别不识货，那是我儿子买的珍稀药材，是能救命的宝贝，是你们自己弄死的，你们还想让我们赔钱？没门！”他竟然又把上一世那套稀有药用蟑螂的说辞搬了出来，接着掏出一张打印粗糙的鉴定证书，和上一世陷害我那张一模一样。我知道，更精彩的大戏要开场了。他的话音刚落，嘈杂的楼道里出现了几秒钟诡异的寂静，紧接着是比刚才更猛烈的哄堂大笑。药材，刘丽，你是脑子被蟑螂吃了吗？还救命的宝贝，我家的米缸都快被你家的宝贝给占了，你是想让我吃蟑螂拌饭续命吗？我算是看明白了，这是想耍赖呀。之前那个怼过张强的大哥又站了出来，他拍了拍自己的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哦，我懂了，价值连城的宝贝，怪不得呢。这玩意儿这么厉害，都快把我们小区给连城端了。那赔偿款是不是也得按连城的标准来算了？人群中又是一阵爆笑，夹杂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刘丽的脸上血色全无，她没想到这套说辞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她还想争辩，人群里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推了推眼镜，冷冷地开了口：“我是生物研究所的，你儿子买的，学名叫德国小吉，是世界公认的头号城市害虫，繁殖力、适应性、抗药性都是顶级。一只雌虫一生能产生将近2000个后代。”他顿了顿，环视了一圈脸色发白的邻居们，最后目光落在刘丽脸上。至于药用价值，更是无稽之谈。它携带超过40种病原体，能传播痢疾、鼠疫、肝炎。你说它是救命的宝贝？我建议你先去精神科挂个号，看看自己的脑子是不是需要先救一救。还有你这张证书，哪都不对，公章还是3角形的，地摊上2块钱买的吧？这位专家邻居的一番话，像是一记最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刘丽和张强的脸上。这下连最后一点狡辩的余地都没有了。赔钱，对，
必须赔偿！愤怒的人群再次沸腾，这一次，他们直接动手推搡起来。张强还想仗着体格护住刘丽，却被几个愤怒的业主一人一拳，直接给按在了墙上，动弹不得。最终，街道办派出所、卫生防疫部门联合介入，事情的性质已经从邻里纠纷升级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一张张由物业统计、各家签字确认的损失清单，雪片一样递到了张强夫妇面前。全小区的专业消杀费用按户均摊，他们家承担总额；各家各户更换的家具、地毯、衣物损失，大人小孩受惊吓的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零零总总加起来，是一个让他们看到后直接瘫软在地上的天文数字。我们没钱，我们没那么多钱。刘丽坐在地上，终于彻底崩溃，撒泼打滚的哭嚎起来。没钱？你儿子未成年，你们作为监护人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拒不执行，法院会强制拍卖你们名下的房产和车辆。我关掉手机，伸了个懒腰，阳光正好，透过驿站的玻璃窗洒进来，暖洋洋的。上一世，他们用这套说辞逼我赔偿100万，这一世，他们得为这套说辞赔上全部身家。我以为事情会就此平息，但我还是低估了张强和刘丽的无耻程度。一天下午，他们竟然又找上了我的驿站，这一次他们没有闹，反而带了果篮，脸上堆着虚伪的笑。周老板，之前的事是我们不对，我们给你道歉。我看着他们，没说话。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张强搓着手，开了口：“是这样，小周，你看，钱我们也都赔了，你的驿站也没什么损失，我们也是受害者，都是那个王神手贱偷了快递才搞成这样。你看你能不能把那个直播视频删了？”删了？为什么？视频在网上到处传，我儿子，他现在学都上不了了，一去学校就被人指指点点，说他是蟑螂王。他还是个孩子，你不能毁了他一辈子。他说着，还想挤出几滴眼泪。我看着他拙劣的演技，觉得可笑。他还是个孩子，他买蟑螂卵想毁掉我生意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他是个孩子？我被你们堵门网暴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想想，我也会被毁掉一辈子？我的话像一把刀子，戳破了他们虚伪的面具。张强的脸色沉了下来。周志，你别得寸进尺，我们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把视频删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又来了，熟悉的威胁。我靠在椅背上，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不客气，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能怎么个不客气法。就在这时，我安装在驿站门口的高清摄像头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他们，上面正是我刚刚打开的录音和录像功能。忘了告诉你们，为了防止再有人来我这儿闹事，我装了新的监控，全方位、无死角、带收音的。你们刚刚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表情，这里都录得清清楚楚。需要我把这段道歉视频也发到网上，让大家欣赏一下吗？张强和刘丽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们看着我手机屏幕上自己那扭曲的脸，像是看到了鬼。我关掉录像，把手机收回来，对他们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现在可以滚出我的店了吗？那一刻，我在他们眼中看到了恐惧，是那种猎物面对猎人时发自骨子里的恐惧。他们终于明白，眼前的这个周志已经不是那个可以任由他们拿捏的软柿子了。张强和刘丽落荒而逃，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但关于他们的传说却一直在小区里流传。听说王婶最终还是没能要到一套新房子，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灯，找了个律师，直接把张强告上了法庭。虽然没有开庭，但在社区和警察的调解下，张强家最终还是又赔偿了一大笔钱。鉴于他们已经倾家荡产，这次的赔偿是以分期的方式支付的。他们一家人在小区里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刘丽出门买菜会被人吐口水，张强的车隔三差五就会被划，或者被扎破轮胎。他们报过警，但根本找不到人。法不责众，当所有人都厌恶你的时候，你连敌人都找不到。至于张乐，他的情况越来越糟，听说他已经休学了，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刘丽带他去看了很多心理医生，都没有用。他对蟑螂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有一次，刘丽在家打扫卫生，翻出了一只拖鞋。张乐看到拖鞋底那个酷似蟑螂的纹路，当场就尖叫着抽搐了过去，口吐白沫，被送去了医院抢救。他亲手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最终反噬了他自己。这家人彻底被他们自己的恶意给毁了。又过了几个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看到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车停在了张强家楼下。张强和刘丽灰头土脸的从楼里搬着东西，他们看起来比之前老了10岁，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怨恨。刘丽在搬一个箱子的时候，不小心脱了手，
东西洒了一地。他蹲在地上，看着一地的狼藉，突然就崩溃大哭起来。张强站在一旁，麻木地看着他，眼神空洞，没有安慰，没有搀扶。曾经不可一世的两个人，如今像两条丧家之犬。我站在驿站门口，远远地看着，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同情，我的心里一片平静，就像一场高烧退去后，身体虽然还有些虚弱，但头脑却无比清醒。他们搬走后，小区里放了一整晚的鞭炮，比过年还热闹。听说王婶最高兴，在业主群里发了好几个大红包。属于他们的闹剧终于落幕了。1年后，我的驿站盘下了隔壁的店面，扩大了1倍。我招了2个靠谱的员工，生意红火，蒸蒸日上。当初支持我的邻居们都成了我的忠实客户。快递公司的区域经理换了一个新的，新经理来视察的时候，还特意提起了那件事，把我当成了正面典型，号召所有站点向我学习，如何有理有据有节地处理客户纠纷。我只是笑了笑，他们只看到了我的有理有据，却不知道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偶尔我也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蟑螂男孩的零星消息，有人说张强一家搬到了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小城市，张强找了个体力活干，刘丽在超市当收银员，而张乐被送进了一家封闭式的精神康复中心。不知道他现在还会不会做被蟑螂淹没的噩梦，但那都与我无关了。他们的世界早已从我的生命里彻底剥离。这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坐在新店宽敞明亮的窗边，喝着下午茶，看着街上人来人往。手机响了一下，是朋友发来的消息：志哥，晚上有空吗？我一表妹从国外回来，标准白富美，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我看着那条消息，忍不住笑了。好啊。放下手机，我看向窗外，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带着天使般的微笑，从街对面款款走来。美的我睁不开眼，她穿过马路，径直走到了我的店门口，推开门，风铃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她看着我，笑得比阳光还要灿烂。你好，我叫林然，你的朋友让我来和你认识一下。我看着那张倾国倾城的脸，就像看到了无数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明天。上一世的阴霾终于被这束光彻底照散。我站起身，朝他走去，脸上带着重生以来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你好，林然，我叫周志。这一次，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活成一束光。